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怎么这么苦命啊？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大，现在他却为了个女人，连自己的娘都不认了。我被诊断出癌症，他竟然连嫁妆都不肯拿出来给我救命，这是要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啊！婆婆哭闹得像个市井泼妇，全然不顾及颜面，逢人便问认不认识陆淼淼，嚷嚷着要我滚蛋。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纷纷插嘴：大婶，你这儿媳妇也太不像话了。就是啊，大婶，要我说，就该让你儿子跟他离婚，这样嫁妆不就都回来了吗？当然，也有比较明智的，大家别急着下结论，说不定其中另有缘故呢。看到有人怀疑，婆婆居然把医院的报告单掏出来给他们看，你们瞅瞅，看看我是不是得了癌症，是不是快没命了？见事态即将失控，我挤进人群，想劝婆婆离开。妈，我们回家说去吧，这是公司，大家都还要工作呢。婆婆一见到我，大概是觉得我已经怕了，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没门，今天你要是不把嫁妆钱给我治病，我就不走，我就在你们公司大吵大闹，让大家都瞧瞧你是个什么样的狼心狗肺。看到婆婆是铁了心要闹事，我果断拨打了保安的电话，保安很快就来了。婆婆被他们架着就往外走，她虽然拼命挣扎，但一个女人的力气哪里抵得过两个男人，最后只能被迫离开。一路走一路还骂我没良心，诅咒我遭报应，我全当没听见。打发了围观的员工后，继续工作。有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凑过来打听情况，我都只是敷衍过去。毕竟我婆婆那癌症是假的，这件事还得从昨天晚上说起。昨晚我和老公刚下班，婆婆就领着小叔子蹲在门口，两人一见我们就大哭，话也说不清楚。我和老公好不容易才从小叔子口中得知，婆婆说今天去医院体检得了癌症，需要很大一笔治疗费用。小叔子常年不务正业，手里不仅没有什么积蓄，平常生活还得靠婆婆补贴。更过分的是，小叔子28岁的人了，连内裤都还要婆婆帮他洗，在家更是婆婆恨不得把饭直接喂进他嘴里。开始我和老公还每个月按时给婆婆打生活费，自从发现婆婆把钱一股脑的都给小叔子以后，我们就把生活费减半了，另一半则是换成给婆婆买生活用品、衣服鞋袜之类的。所以婆婆和小叔子遇到这种事，当即也只能慌忙来找我们。我刚想看看婆婆的体检报告，她一开始还推推操操不肯给我，甚至还大声质问我是不是不相信她。我只当婆婆一时受了打击，情绪激动，我好言好语和婆婆说：妈，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我只是看看你的报告单，算算大概要花多少钱。婆婆一听到钱，眼睛都亮了，慌不迭的把单子塞到我手里。可一看到报告单，我脸直接黑了，这分明是伪造的，除了姓名对得上，性别、日期都对不上，连医院都不是本地的医院，看起来像是在网上随便找的。老公见我脸色不对，凑过头就想看，我手疾眼快把报告单反拍在桌上。婆婆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那就先以不变应万变。而且我也想看看老公的态度。我沉思了几秒，妈，你这病确实得花很多钱。这样吧，医生有和你说治疗费用多少吗？一旁的小叔子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108万！好家伙，这要的有零有整的，
只是怎么觉得这个数字有点耳熟？我微微吃惊，脸上有几分怀疑和不可置信。这么多？婆婆立马接过话，我也是说，实在不行不治算了。可伟伟说砸锅卖铁都要给我治。婆婆边说边抹眼捶腿，很是自责一样。小叔子着急起来，怎么可能不治呢？哥，你说对吧？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把我和妈住的这套老房子大概能卖个70-80万，加上嫂子手里的彩礼，这不就够了吗？这算盘真是快蹦我眼珠子上了，原来是冲着我手里的彩礼钱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给婆婆送点水果，在门口的时候，好像听到婆婆和小叔子念叨什么买房还差108万，这不就对上了？我老公当即开口拒绝，不可能，怎么能动淼淼的彩礼？那是留给她的。这样吧，先把老房子卖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先治着。医院总不可能一次性就得要那么多，剩下的钱我想办法。老公的态度让我脸色缓和了一些，还好他算有点良心，毕竟结婚之前他可是跪在我爸面前磕头说这辈子不会让我受一点委屈的。我爸见他态度诚恳，这才松了口。可老公这一开口就是拒绝，语气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婆婆直接蹦了起来，指着老公破口大骂，唾沫横飞。张永林，你什么意思？你是想你的老娘病死吗？我辛辛苦苦把你哥俩拉着大，给你买房要媳妇，你现在出息了，自己老娘病了都不舍得出点钱。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我们要买婚房，以我和我老公的积蓄只付得起首付，婆婆又不肯掏一分钱，当时装修的钱还是我爸掏的。就连我的彩礼也是老公下班就去送外卖才凑齐的。婆婆说完这句话也意识到不对，脸色讪讪，反正我不管，你媳妇的彩礼必须拿出来给我治病。她现在嫁了进来，那这些钱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你们要是不掏这个钱，我就去闹，让大家看看我是怎么养了个白眼狼儿子。小叔子也在一旁煽风点火，就是啊哥，妈都病了，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妈这些年为了供你读书，天不亮就去给人打零工，现在妈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你批能做主吗？老公被说的脸都黑了，他也不松口，拳头摸得紧紧的，只表示不能动我的彩礼钱，剩下的钱他会想办法。婆婆这怎么肯？在她眼里，就连我们这套婚房也是她的。我把反盖在桌上的报告单掀起，有几分运气。行了，妈，你别装了，这份报告单是假的，你们偷图也偷得好一点吧。除了名字对倒上，其他没一条信息符合的，连性别都是男的。你可别和我说你要变性。老公探过头，脸色由黑到紫。婆婆和小叔子慌了，张嘴就想解释，可老公此刻不再听他们辩解。你们真行，妈，我有的时候真怀疑我是不是你亲儿子，你们给我滚！说着直接就把婆婆和小叔子赶了出去。人走以后，老公将我搂在怀里，不停道歉，宝宝，让你受委屈了。我摇摇头表示不委屈，只要他向着我就够了。毕竟婆婆一直偏心小叔子，装病骗钱也不是第一次了。我和老公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就做过这种事，那时她的演技更加粗糙，连报告单都没有，张嘴就是她生病了，需要40万动手术。那个时候我和老公恰好在外地出差，婆婆也不让我们回来，我和老公二话不说凑了40万打给婆婆。结果呢，小叔子第二天就换了辆新车。至于我是怎么发现的，那还得感谢小叔子忘记屏蔽我了才是。之后婆婆也没少
和我们要钱，动辄5、6万，小则1、2万。我和老公受不了婆婆这么偏心，直接挑明了。婆婆当即就跑到老公的公司闹，说她不孝顺长辈，要求公司把她开除。要不是老公的为人和身世，她的领导门清，真就被婆婆得逞了。而且我发现，婆婆好像见不得老公过上好生活。其实有件很狗血的事情，我一直没和老公说。在我和老公结婚前，婆婆话里话外都在挤兑我老公，不停地夸小叔子。苗苗，我和你说，永林这人啊，太老实又木棱，跟个木头一样。你和他结婚下半辈子还不得闷死？不像我小儿子，嘴甜能力又强。要是可以呀，我都希望你们俩是一对。我以为婆婆是在试探我，当即表示我的立场。阿姨，你放心，我很喜欢永林的。可之后，婆婆就对我愈发冷淡起来。没想到，婆婆这次又故技重施了起来，只是这次竟然闹到了我的公司，那就别怪我了。为了避免婆婆再来，我直接把婆婆照片发给了门卫的保安处，通知他们这个女人不能进我们公司大门，如果她要闹，就直接报警。不用手软，老公挂了个电话过来，看来是婆婆和他告状了。老婆，你没事吧？妈这次去你公司闹了。我嗯了一声，我让保安把妈架走了。老公直呼我干得漂亮。其实老公不是没有反抗之心，只是他一反抗，婆婆就会拉着家里的7大姑8大姨开动员大会。无非就是什么你妈辛苦拉扯你这么大多不容易之类的，只要你敢顶嘴，他们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加上她常年被婆婆道德绑架，更是愧疚。只是这次绝对不能再惯着婆婆了。果不其然，下班刚到家门口，里面嘈杂的声音就源源不断传了出来。得，这是婆婆搬的救兵来了。我挑了挑眉，拧开门锁，就见婆婆、大姑和二姑还有小姨围着我老公指手画脚。永林啊，你难道忘了你妈把你拉扯大多不容易吗？就是，你现在是出息了，有工作，还娶了媳妇，可你弟弟还单着呢。你这样对得起你死去的老爹吗？他死都不能瞑目啊！这样吧，你妈这是做的是不地道。你和你媳妇拿个30万，就当你弟和你借你。他现在谈了女朋友，女方家要求买房才肯松口。你难道想你弟单身一辈子？我抬眼望去，老公脖子青筋暴起，眸子全是隐忍。见我回来，眼睛一亮，对上他湿漉漉的大眼睛，像极了被大灰狼围着的小白兔，眼里就写着老婆就我。我一个箭步上前，把人护着身后，凌厉地扫视了一圈周围。说的最多的就是张永林的二姑和小姨。二姑率先骂道：“你个小蹄子，这是什么眼神？永林没娶你之前多听话呀，现在好了，连我们这些长辈的话都不听了。”我敷衍地点点头：“是啊，是啊，二姑。你儿子好像今年毕业吧？最近是不是在找工作？我昨天还在公司看见了他的简历来着。我看了，你儿子能力优秀，和我们公司估计也不……”二姑瞬间慌了，她明白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多难，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公司。哎呀，苗苗，你说什么呢？二姑的意思是，这毕竟是你们家的事儿。我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儿，你们聊，哈哈。我看着二姑迫不及待离开的身影，满意的笑了笑。我又看了眼小姨，她右着腰讽刺：“我家女儿可在国企上班，你别以为我是你二姑没见过世面，三言两语就能被你吓住。”小姨这么一说，剩下的几个老人也趾高气昂起来：“就是。”结果他们没得意多久，手机就纷纷响了起来。首先是小姨的，
隔着电话都能听见他女儿的咆哮声。妈，我都说了让你少管永林家的事儿，你怎么不听呢？你知不知道我领导是他爸的朋友啊？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你赶紧给我回来！紧接着是大姑的手机，她老公直接劈头盖脸一顿骂：“你个糟老婆子，又去霍霍人家永林了是吧？你怎么就爱逞这个能？你知不知道我单位原本要给我内退的，结果呢？上面一个电话直接拒绝了，说原本给我签字的人临时反悔，不用想都知道你去永林家闹了。你赶紧和淼淼道歉完滚回来，少在外面丢人现眼。”我直接笑了。张永林这里的亲戚可没少麻烦我帮他们走关系，什么儿子找工作，女儿想升职，老公想提早退休，我忙前忙后的拜托我爸，他们想拿了好处就翻脸不认人。还好老公一到家就知道情况不对，给我发了消息。大姑和二姨接完电话，脸色涨成猪肝色。我憋住笑：“大姑、二姨，道歉就算了，你们帮我多劝婆婆，让她少算计我和永林。我和永林结婚，她出过1分钱没有。只要你们能好好说服我婆婆，这些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该怎样还是怎样。要是你们下次还跟着我婆婆一起闹，那我可就真的不好说话了。”大姑和小姨被我说得面红耳赤，只能满口应着是是是。婆婆看不下去，要和我争辩。我做事要拿出手机打电话，吓得二姑和小姨连忙把婆婆架走。经过这次的事件，老公和婆婆算是彻底离了心。可没想到年初一这天，小叔子亲自上门了。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跪在我们面前，用力地扇着自己：“哥，嫂子，啪啪，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听妈的话，联手骗你们。我也认识到自己的错了，我不应该肯你放心。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我肯定好好上班，求你们原谅我。”老公有些不忍，想上前将人扶起。我捏了捏他的衣角，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小叔子见自己哥哥没有心软，暗戳戳瞪了我一眼，又继续哭着：“我女朋友怀孕了，可是他家说必须得有一套婚房，彩礼都可以不要，但是必须得买套房子。哥，求你了，就当你借我的行不行？等我有钱了，肯定还你。”我们没说话，他扇得更起劲儿了。一时间，客厅里只能扇脸的声音。毕竟是老公的亲弟弟，做得太过也不好。行了，借你钱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得给我们写借条。小叔子眼睛一亮，听完我说的话后，瞳孔瞪大：“嫂子，你也太过分了吧！我们都是一家人，你还要我写借条，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着，他声音都高了好几度，伸手指着我，丝毫没有尊重的神情：“哥，这就是你找的女人？要我说，还不如换一个。”她就是见不得我好子。只见我老公一个巴掌摔在了小叔子的脸上：“这是你嫂子，你嘴巴给我放尊重点！”婆婆一进门就撞见这一幕，当即冲上前，一巴掌就捧在老公的脸上，还着他的头发，嘴里骂骂咧咧：“你个小免崽子，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捡回家，就应该让你死在马路牙子上，居然敢打我儿子，你个小畜生！”婆婆被气昏了头，压根没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她一拳拳打在老公身上：“你个杀千刀的，难怪你会被人丢在马路牙子上，你就是个灾星！老娘养你这么多年，没有老娘你早就死了，你真是反了你了！”老公傻愣愣地呆在原地，仿佛察觉不到身上的砸落的拳头一样。大年初一的发生这种事情，说真的，我是非常生气的，一把就把婆婆扯过，她跌落在地上。婆婆这才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面对我们打量的眼光，
她干脆破罐子破摔，梗着脖子吼道：“对，没错，你压根不是我们老张家的种，你就是个孤儿。要不是你爸可怜你，非要把你捡回家，要我说，还不如当初卖给人贩子，还能赚笔钱。”小叔子跪爬到婆婆旁边，按节戳地扯婆婆衣角，让她别再说了。看来小叔子也早就知道了，所以婆婆这么多年偏心小叔子，是因为老公压根不算她亲生的。我担忧地看了眼老公，本以为他会大受打击，他却只是松了口气似的，伸手狠狠揉了揉脸，轻嘲地笑了笑。原来我不是你亲生的，难怪这么多年一直偏心弟弟，这样我就能理解了。婆婆脸上没有半分愧疚，甚至更加理直气壮。婆婆觉得她辛辛苦苦把老公养大，所以她任何无理取闹的要求我们都应该满足。我想不通哪里辛苦了。老公从小学开始，各种奖学金都进了婆婆口袋，婆婆又爱打麻将，老公就一手抱着小叔子，一边学习做家务，背负了他这个年纪不该背负的。甚至到高中，他就以家里没钱，只供得起小叔子一人上学的理由，让老公退学。要不是校长亲自答应免除学杂费，婆婆也不会点头答应。大学后，老公更是自食其力，学费都是靠自己兼职赚的。在我们结婚前夕，婆婆更是拿出记账的小本子，上面记录了婆婆这些年给她花的钱，要求她还了钱才同意我们结婚。更让我心疼的是，那本小册子上连5毛1分的花费都记得清清楚楚。10多年，婆婆在老公身上总共花了15808块6毛5分，老公二话不说赚了2万过去，婆婆才喜笑颜开。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偏心的母亲？现在一切终于都有了解释。婆婆闹了大半天，见我们都不说话，张嘴就要去告我们，说要让法律审判我们。我点头答应，行啊，那就去告我们好了。到时候法院判我们1个月给您多少钱，我们都按时给，除此之外多的1分钱，我们都不可能给。小叔子先慌了，他知道法院判的钱根本不够他花，他急忙出来打圆场：“哥，嫂子，妈只是一时生气，胡言乱语了，你们别当真啊。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一家，说什么告不告的，我哥永远都是我哥。可惜老公已经不吃这套了，这么多年婆婆和小叔子的无限索取，早就消耗尽了他对亲情的渴望，更别说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我的彩礼。后面不管小叔子说了多少好话，老公都不再松口，就连小叔子主动说签借条，老公也不肯了。婆婆和小叔子发现确实说服不动老公，气急败坏的才离开。人走后，我拿出药箱给老公上药，他声音闷闷沉沉：“老婆，我只有你了，你别离开我，我以后会好好赚钱的。”我心一软，放下棉签，抬手抚着他的脑袋。我知道老公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也许婆婆说出真相对老公来说是个更好的解脱，他不用在深夜辗转反侧，为什么自己的妈妈对他如此不公平了。好呀，那你可得多赚点，你老婆可不好养哦。老公立马打了个激灵，抬起了头。我马上加班。说着，他就捧起我的脸，用力啄了一口，转身就要回书房开始加班。结婚后，我不再让他去送外卖，我已经看到他为我的努力了，更怕他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身体机能转不过来，英年早逝。其实知道他不是婆婆亲生的，我有点自私的庆幸，这样对他来说，我就是他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了。他有我，以后我们会有孩子，有自己的家。自从婆婆上次闹了以后，
好像就消了动静，不仅没来我们家闹，也没有再开口要过钱，甚至还私下和我打电话认错过。淼淼啊，妈也是年纪大了，越发拎不清了。永林永远都是我的儿子，那天是妈做的不对，妈以后也不会再开口和你们要钱了。婆婆还表示以后不会惯着小叔子，她现在找了份工作，会靠自己努力等等。话里话外是希望我去和老公说，一家人别生分了，需要的话她想上门认错。我可不吃这套，当即就回怼：妈，你要是真在意永林，你早干嘛去了？他是我老公，他是什么态度，我就是什么态度。对完，我也不管婆婆的恼怒，直接挂了电话。没想到婆婆从头到尾就不觉得自己错了。物业打电话过来，说我婆婆和小叔子来我们家，他们也不好拦着。自从上次和婆婆撕破脸，我就多了个心眼，把家里的门锁换了。还和物业交代，要是婆婆来了，一定要和我说。我调出家门口的监控，就只看见小叔子和婆婆鬼鬼祟祟，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大桶。他们发现门打不开，气急败坏地踹了几脚门。小叔子这时好像发现了监控，两个人不懂说了什么，小叔子直接脱了外套一丢，监控就被盖住。我也没了视野，我揉了揉眼眉。我和老公说了这件事，门锁都被换了，想必婆婆也做不了什么妖。我们当下也没有立马回去，原本是老公先到家，奈何他和同事一起去给老板拜年了，以至于我先到家。门一开，家里一切如常，只是空气中好像有股淡淡的味道，一时间我闻不出来是什么。心中警铃大响，从卧室到客厅，连洗手间都没放过，就是找不到气味来源。大门未关，隔壁大妈敲了敲门：“哎，姑娘，你们家煤气是不是没关啊？”一股煤气味，我大老远就闻见了。我下意识就想反驳，我刚刚还检查厨房的煤气是关着的。大脑突然闪过一个离谱的想法，不好！阿姨，谢谢你提醒。我急忙走到了厨房，煤气灶是关了，可煤气管的管道泄漏了呢。加上厨房的窗户是开着的，确实很难发现。而且煤气管道是埋在瓷砖里的，当初还是因为有个瓷砖松动，我们才知道煤气管道埋在这里。果不其然，我轻而易举就掀开了松动的瓷砖。一股浓烈的汽油味，而且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管道上被剪了个细小的口。我心一惊，能知道这个管道的，除了我和老公，就只有小叔子。而且为什么会有汽油味？明明没有汽油的痕迹。好在这时候老公也回来了，我和他简单说了一下事情经过，老公脸色一变，大惊失色。他让我立马打119报火警，他则是和物业马上交代了这件事，疏散本栋楼的人员，关闭整栋楼的煤气管道。群里有业主在骂骂咧咧，我和老公在群里发了个红包给大家道歉，并且解释了一下事情的原委。群里的业主立马表示理解，还有人忍不住道德谴责我的婆婆和小叔子。好在我们发现及时，没有引发任何事故。消防员表示，要是我们没有发现，等到了晚上，窗户一关，睡眠深入，不仅会煤气中毒，还会引发大规模火灾。原来我没有找到的汽油，是因为被人一点点渗入到瓷砖其他地方，加上我们当初装修瓷砖地部还留了空隙，汽油就流散了开。一旦煤气泄漏，加上汽油，不要1分钟，整套房子都将被灼烧。现在我们的房子也不能住人了，房间的瓷砖都需要重新开清理底下的汽油。我气得发抖，要是邻居家的阿姨没有提醒我，
那结果会如何？我和老公会死在深夜，甚至可能整栋楼都无法幸免。而我们一死，婆婆和小叔子就能顺利继承我们的财产。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老公也想到了，他没有犹豫，立马报警立案。经过一番调查，嫌疑锁定在小叔子和婆婆身上。当他们两人被带到警局调查，两人一口咬定毫不知情。尽管我们有监控证据，他们也只是说是上门来看我，发现门打不开就离开了。就连那个不明黑色的桶，警察调出来，里面也只是普通的酱油，也没有他们购买汽油的证据。婆婆一口咬定不知情，家里没有发现任何小叔子和婆婆的指纹。就算我们心知肚明是谁做的，一时证据不足，也无法将婆婆和小叔子缉拿归案。婆婆更是反咬，口说我和老公自导自演，更是在警察面前哭诉，塑造一个苦难好妈妈的形象，说什么我们是为了不赡养她，这才想出这种诡计要陷害她和小叔子。我气得差点没动手，要不是被警察拦住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还需要继续调查。出了警局，婆婆立马换了一副模样，幸灾乐祸，又含着几分遗憾没烧死我们。我二话不说，直接把老公拉走。和婆婆这种人已经没什么话好说的了。原本明天是年初9，我们是要开工的，结果当晚我和老公都收到公司通知，让我们暂时别去上班。我们一脸懵逼，还是我的同事丢了个视频链接给我，我点进去一看，是婆婆和小叔子在网上声讨我们。镜头下婆婆脸色蜡白，声泪俱下的指责我和老公不赡养养母，不敬兄弟，还指责我们污蔑他想谋财害命，甚至晒出了警察将他们请去警局接受调查的图片。看图片的角度，应该是婆婆和小叔子互相偷拍的。视频下面还有一段文字，大概意思就是他们只是上门拜访，结果被我们污蔑，现在还被公司停职，希望大家能帮帮他们，还他们一个公道。我气笑了，好一招倒打一耙，不用想，现在我和老公的信息肯定被扒了。我点开评论，果然下面都是骂我们的。现在的年轻人哦，真是没良心，自己妈妈都能这么对待，指不定怎么对待公司呢。支持公司决定，一对白眼狼，人家养大，你们容易吗？甚至还有人扒出了我和老公的公司，以及我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原本我只是想冷处理这件事，毕竟和疯狗是没办法讲道理的。可我没想到婆婆和小叔子这么没有下限，我直接让老公联系了营销号，既然要玩，那就玩把大的。我花重金买了微博热搜以及各大营销号的推广，标题就是现实版农夫与蛇，好心收养却险被烧死。营销号下面还附带了我们被请去警察局，以及家里被剪断的煤气管道和家里被汽油浸湿的瓷砖。网友都不是傻子，结合之前的视频，很快就发现了端倪。首先，婆婆和小叔子上门拜访，为什么会带着一个黑色大桶？而且在发现门打不开后，不是联系屋主，而是直接离开。其次，在之前的视频中，他们一直声称自己只是去拜访，可是我们家的门锁是被换过的，他们为什么会有我们家的钥匙？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只是去拜访，他们会知道那么隐蔽的煤气管道，甚至还能在瓷砖下藏汽油？一时间，网上风向大变，细思极恐，这对母子该不会是想杀了屋主，好继承他们的遗产吧？支持楼主维权，这种人就应该抓去坐牢。
之前这对母子还在网上卖惨，楼主没出来发声，就被他们抢占先机，引导舆论，其心可诛。我看着舆论一边倒地支持我们，这才松了口气。不是我们狠心，而是我们深知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之前念着她是老公的养母，以及小叔子是老公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们这才屡屡退让。可是他们不仅不知道收敛，甚至还变本加厉。我和老公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走法律程序，起诉婆婆和小叔子故意杀人未遂以及诽谤罪。人证物证俱在，婆婆和小叔子很快就被警察逮捕。其实早在之前，警察就已经查到了是他们做的，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购买汽油的证据，加上他们咬死不认，这才一直拖着。现在舆论发酵，加上我们提交了新的证据，警察这才能将他们逮捕。婆婆和小叔子明显没想到我们会这么狠心，居然真的走法律程序。他们原本只是想在网上带一波节奏，利用网友的同情心逼迫我们掏钱，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自己折进去了。小叔子更是直接吓尿了，哭着喊着求我们撤诉，说是一时鬼迷心窍，这才听了婆婆的话。我看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只觉得恶心。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婆婆和小叔子因为故意杀人未遂被判了10年。婆婆在法庭上听到宣判，当场就晕了过去，小叔子也被吓得脸色惨白，站都站不稳。原本我和老公还念着最后一点情分，不想真的把他们送进去，可惜他们不仅不知道悔改，甚至还变本加厉，那我们也没必要留情面。我和老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为了安全考虑，我们重新买了套房子，也换了新的工作环境。在搬家的那天，我在门口发现了一封信，准确来说是老公发现的。他拿着信，手都在颤抖，眼眶更是微微泛红。我接过信，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孩子，是妈妈对不起你，你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别来找我了。妈妈。我看向老公，就见他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的，发出细小的呜咽声。也许对老公来说，他一直渴望的也只是婆婆的一句对不起和一个公正的对待。我伸手环住她的腰，将脑袋靠在她的背上，听着她强有力的心跳声，只觉得无比安心。其实在之前我们就知道，婆婆在得知自己被判了10年后，就偷偷从看守所逃了出去，警察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人。我们猜测这封信应该也是婆婆逃跑前留下的，也许她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后来我和老公也会抽时间去看守所看望小叔子，他在里面表现良好，知道我们是来看他的，他更是直接哭出了声，说是自己知道错了，等他出狱后一定好好做人。我看着他声泪俱下的忏悔，只希望他是真的知道错了。时间一晃就是2年，我也怀孕生下了个可爱的宝宝。原本我和老公还担心宝宝会没有人带，毕竟双方的老人都靠不住。没想到我远在外地的父母在得知我怀孕后，直接赶了过来，说是要帮我带孩子。老公直接感动地哭了，拉着我爸爸的手，嘴里一直道谢，还说要给他们养老。我爸妈也笑呵呵地应下了。在坐月子期间，一直都是我妈妈在照顾我。她和我说，其实他们早就想来看我了，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这次刚好借着由头来和我住一段时间。其实我知道他们是不放心我，这才不远万里赶过来的。我很庆幸
我拥有一对这么开明的父母。在孩子100岁宴的那天，我们原本只想请亲朋好友吃顿饭就好，没想到老公突然单膝下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盒子。我还以为他要送我礼物，正感动着，就看见他缓缓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钻戒。我懵了，这是……就听见老公缓缓开口：“老婆，这几年辛苦你了。原本我们的婚礼因为意外没有办成，这次我想借着儿子的100岁宴，重新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捂着嘴，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其实婚礼每个女生都会憧憬，我也不例外。可是为了体谅老公，我主动提出不办婚礼。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他一直记在心里。我伸手哽咽道：“我愿意。”台下也适时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看见我爸爸妈妈也在台下偷偷抹眼泪，我的宝宝也被他们抱着，正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我。一时间，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其实不管婚礼办不办，我都知道我嫁对人了，因为我选择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家庭。很庆幸我拥有了一个爱我的老公和一对善解人意的公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